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信息学院丁海燕老师，欢迎走进 C 语言程序设计课堂。今天我们讲解全局变量的存储类别。全局变量都是存放在静态存储区中的，因此它们的生存期是固定的，存在于程序的整个运行过程。一般来说，外部变量是在函数的外部定义的全局变量，它的作用域是从变量的定义处开始，到本程序文件的末尾。在此作用域内，全局变量可以为程序中各个函数所引用。一，在一个文件内扩展外部变量的作用域。外部变量有效的作用范围只限于定义处到本文件结束。如果用关键字 extend 对某变量做外部变量声明，则可以从声明处合法的使用该外部变量。下面来看例 7.18， 调用函数求3个整数中的大者。解题思路：用 extend 声明外部变量，扩展外部变量在程序文件中的作用域。程序如下 ：int max 声明函数 max， extend int a b c 外部变量进行声明，通过 scanf 输入变量 a b c 的值 ，printf max 输出 max 函数的值 ，int a b c 定义3个外部变量 ，int max 定义函数 max， 最后输入34、67、12，输出 max is 67。由于外部变量 a b c 定义在寐函数之后，本来在寐函数中是不能引用外部变量 a b c 的。现在在寐函数开始处用 extend 对 a b c 进行外部变量声明，把 a b c 的作用域扩展到该位置，这样在寐函数中就可以合法的使用全局变量 a b c 了。如果不做 extend 声明，编译寐函数时就会出错，系统无从知道 a b c 是后来定义的外部变量。2. 将外部变量的作用域扩展到其他文件。如果一个程序包含2个文件，在2个文件中都要用到同一个外部变量 num， 不能分别在2个文件中各自定义一个外部变量 num， 应该在任意文件中定义外部变量 num， 而在另一个文件中用 extend 对 num 做外部变量声明。在编译和链接时，系统会知道 num 有外部链接，可以从别处找到已定义的外部变量 num， 并将在另一文件中定义的外部变量 num 的作用域扩展到本文件，并将在另一文件中定义的外部变量 num 的作用域扩展到本文件。下面来看例 7.19， 给定 b 的值，输入 a 和 m， 求 a 乘 b 和 a 的 m 次方的值。编写思路：分别编写2个文件模块，其中文件 file1 包含主函数，另一个文件 file2 包含求 a 的 m 次方的函数。在 file1 文件中定义外部变量 a， 在 file2 中用 extend 声明外部变量 a， 把 a 的作用域扩展到 file2 文件。文件 file1.c 程序如下 ：int a 定义外部变量 a，d 复制 power m 调用函数 power。在文件 file2.c 中 extend a 表示声明外部变量，将 a 的作用域扩展到本文件。下面是 power 的定义 ：int power int n， 这个函数计算 a 的 n 次方。程序如下所示：输入13和3，输出13乘以3等于39， 13的3次方等于2197。3. 将外部变量的作用域限制在本文件中。有时在程序设计中，希望某些外部变量只限于被本文件引用，这时可以在定义外部变量时加一个 static 声明。说明：不要误认为对外部变量加 static 声明后才采取静态存储方式，而不加 static 的是采取动态存储。声明局部变量的存储类型和声明全局变量的存储类型的含义是不同的。
对于局部变量来说，声明存储类型的作用是指定变量存储的区域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存期的问题。而对于全局变量来说，声明存储类型的作用是变量作用域的扩展问题。用 static 声明一个变量的作用是：一、对局部变量用 static 声明，把它分配在静态存储区，该变量在整个程序执行期间不释放，其所分配的空间始终存在。二、对全局变量用 static 声明，则该变量的作用域只限于本文件模块及被声明的文件中。注意，用 alter register static 声明变量时，是在定义变量的基础上加上这些关键字，而不能单独使用。下面用法不对 ，int a static a 编译时会被认为重新定义。存储类型小结如下：对一个数据的定义需要指定两种属性，数据类型和存储类别，分别使用两个关键字 ：static int a 静态局部整形变量或静态外部整形变量 ；alter char c 自动变量在函数内定义 ；register int d 寄存期变量在函数内定义。可以用 extern 声明已定义的外部变量，例如 extern b。一、从作用域角度分，有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二、从变量存在的时间分，有动态存储和静态存储两种类型。静态存储是程序整个运行时间都存在，而动态存储则是在调用函数时临时分配单元。采用动态存储的有自动变量、寄存期变量和形式参数；采用静态存储的有静态局部变量、静态外部变量和外部变量。好了，同学们，全局变量的存储类别我们就学到这儿，下节课再见。